这一坨黑乎乎的东西就是用蚊子做成的肉饼，50万只蚊子才能做出一个，一口下去起码10万只，据说吃起来很像鱼肉。小哥尝了一口，反应一言难尽。每年一到雨季，非洲维多利亚湖就会出现数以万亿计的蚊子，所到之处就会形成一股黑色旋风，场面相当震撼，严重的时候可以说是遮天蔽日。这里的人看到却喜出望外，对他们来说，蚊子再小也是肉，是每年不可多得的美食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。抓蚊子对他们来说完全没有挑战性，随便拿个锅碗瓢盆在空中挥一下，就能轻松捕获成千上万只，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。收集到足够多的蚊子，就可以制作蚊子肉饼了。第一步，把蚊子捣成黏糊糊的一坨，像揉面一样揉成团，然后手工按压成肉饼的形状，按压力道是关键，会影响最终的口感。接着起锅烧油，一瞬间伴随着滋啦滋啦的声音，肉香四溢散开，煎到两面黢黑即可。里面熟不熟不重要，吃的就是这个原汁原味。你看隔壁小孩都馋哭了。据说蚊子饼吃起来很像鱼肉，因为蚊子主要生活在湖边，所以还会夹杂一丝海鲜味。煎炸属于常规做法，当地还有更加独特的烹煮做法。煮上满满一锅蚊子汤，一口浓汤下肚，别提多鲜了。摄像小哥不相信，决定尝一尝。怎么说呢？吃起来回甘有点臭，不过在食物匮乏的非洲，蚊子饼确实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蛋白质，这就是大自然对非洲人民最好的馈赠。酋长抓起一把泥土，根据土里蚂蚁的多少来寻找一种在这个季节才有的食物，这东西对他们来说比黄金还要珍贵，即使冒着9死1生的风险也要得到它。每次行动前还要进行一番奇怪的仪式，向丛林祈祷平安与成功。马上就要下雨了，必须立即采取行动。他们来到一棵参天大树前，他断定这棵树上就有他们要找的美食。这树足足有40米高，需要6个人才能抱过来，这是个不小的挑战。但为了族人，他依然决定爬上去，砍下一根藤条，用力拧成绳子，把自己和树干牢牢捆绑在一起。这是他唯一的保护措施。刚开始攀爬速度很快，6米长的藤条在他手中灵活摆动，很快就爬到了10几米。这时树干开始变得湿滑，他拿出斧头挖出一些洞，当成落脚点，这就是他不断向上的基石。爬到一半的时候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看起来应该是抽筋了。长时间的攀爬，他早已精疲力尽，现在进退两难，只能挂在半空缓一缓。短暂休息后，看着妻儿期盼的眼神，他咬咬牙再次出发。他一鼓作气，树顶近在咫尺。与此同时，树下的搭档点燃了树叶，迅速把这堆树叶传送上去。这个是关键道具。树顶长满了苔藓，湿滑无比，在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下，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，一旦失足肯定粉身碎骨。他拿着这捆树枝，在树顶找了半天，来到一个树洞前，一边用浓烟熏烤洞口，一边用斧头砍。还没砍几下，斧头就沾上了一些神秘液体，他迫不及待品尝起来。看样子已经找到了，原来他们苦苦寻找的美食就是蜂蜜。当斧头沾上蜂蜜，就意味着快大功告成了。把洞口凿开，直接把手伸了进去，终于收获了第一块蜂巢。蜜蜂对他发起围攻，他也毫不在意，很快就装满了竹篮。蜂蜜对于他们来说异常珍贵，一点都不能浪费。他把手上残留的蜂蜜也刮进了竹篮，地上的妻儿已经在咽口水了。他赶紧把竹篮传递下去。从天而降的这一整筐蜂蜜，让翘首以盼的家人们感到欣喜。对于一直将昆虫、荷叶草作为主食的他们而言，只有这个季节才能吃到蜂蜜，因此倍感甜蜜。此刻他也可以尽情享受收获的喜悦。这就是巴雅卡族人跨越生死的一餐。这是一种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食物，一般人闻一下就会吐，他们却爱到不行，平时都舍不得吃，只有招待客人的时候才会拿出来。记者尝了一口，反应非常真实。这种食物就是腌海雀。要制作这种美食，第一步先抓海雀。这个半山腰就有大量的海雀，一对父子穿着浅色衣服，埋伏在岩石中，等待合适的机会。他们的工具就是一张网，等海雀靠近，直接用大网一搂，就能轻松捕获一只，没一会就收获了上百只。现在海雀有了，要完成这道美食，还需要一张海豹皮。海雀不需要任何处理，直接带毛往海豹肚子里装，装满后再排出里面的空气，把海豹肚子缝合起来，缝合口均匀涂上海豹油脂，防止长蛆，然后把它埋在岩石下面，不留任何间隙。接下来经过6个月的发酵，就形成了著名的腌海雀。取出来可以看到，海雀保存得非常完整，看着很新鲜，不过味道实在令人上头。他们迫不及待地想要品尝。拿出来的海雀直接拔毛，从拔毛的轻松程度就可以判断海雀是否已经发酵成功。拔毛后对着屁股猛吸一口，把已经发酵腐化的内脏通通吸出来，一股浓汤下肚，咸味加腥味再加纳豆混合下水道的味道，他们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越吸越上瘾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他们甚至还说吃起来有点甜。记者忍不住尝了尝，说还可以接受，不是很臭。不过在缺少蔬菜的情况下，腌海雀确实给他们提供了大量蛋白质和维生素，这就是因纽特人独特的饮食习惯。
22岁小伙每天在背包里装一袋沙子，走到哪都带着，家里米缸内也装满了沙子。吃饭时他从袋子里掏出来一些，抓上一大把就往嘴里塞，吃得一脸享受。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吃完还张嘴让大家检查了一下，他说沙子吃起来口感很脆，还有点甜。怕大家不信，小伙还想让一旁的大叔试试，大叔也不含糊，抓起一把就要往嘴里塞，接着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妈的，这不神经病吗？小伙说每天带一袋沙子，是为了能随时随地给自己补充能量，一旦困了累了就要吃，吃上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。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，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，品类多量还大，这种红沙是最好吃的。不过今天吃起来感觉有股骚味，有点奇怪。他转头又来到另一堆沙子前，看起来好像是新品，还真没吃过。抓起一把先尝尝咸淡，总结下来，白沙比较咸，红沙比较甜，根据周围小动物的多少，味道也会有所变化。不过说起他吃沙子的原因，却很令人心酸。小时候他家里很穷，3天饿9顿的，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。这一吃不要紧，意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就这样还吃上瘾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大爷只是给挖掘机轮胎打个气，却引来一群人围观，都不可思议地看着他。只因大爷有个绝活，用嘴给轮胎充气，竟然比打气筒还好用。家里的暖水袋被他当成气球吹，几下就能吹爆。他平时就用肺活量检验暖水袋质量，被他吹爆的暖水袋不计其数。平时出门都随身带着一个橡胶软管，看见没气的车子，他插上管子就是一阵吹。大爷只有一个信念，只要有他在的地方，绝对不允许没气的情况。大爷说这都不算什么，还有更厉害的，他可以给卡车轮胎充气。大家决定做个实验，一边用打气筒，一边大爷用嘴吹，看谁能把轮胎吹爆。比赛开始，大爷这边轮胎肉眼可见的变大，一旁7个成年人轮番用打气筒，但轮胎的鼓起程度还不如大爷用嘴吹得快。5分钟后，大爷已经把轮胎吹得硬邦邦，一旁的轮胎却还是扁扁的。很明显大爷赢了，但他却并不满意，说要升级挑战，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轮胎上，上面又站了20个小伙子，他要在负重的情况下把轮胎吹爆。但不得不说，咱们中国的轮胎质量属实不错。大爷吹了10分钟，硬是没吹爆。大爷倒也没太往心里去，表示不会停止挑战自己。这不，今天他就想要挑战极限，吹挖掘机轮胎。很快就引来一群人围观，大家都觉得不可能成功，大爷却气定神闲，坐着吹了几下，轮胎竟然纹丝不动。很明显，这次挑战确实不一般。只见他站起来半蹲马步，稳扎稳打的吹，轮胎终于有了点起色。毕竟是挖掘机轮胎，吹到一半的时候最困难，几口下去轮胎也没啥变化。大家不停给他加油打气，大爷擦了擦汗，接着青筋暴起一阵猛吹，终于把轮胎吹了起来。大爷一脸傲娇地说，自己才66岁，还能再吹他个10年，只要有我在的地方就不允许出现打气筒。大姐每天洗澡必须穿着自制的铠甲，洗一半的时候就要站在马桶上，说这样做是为了保命。家里堆满了各种杂物，在家只能爬行，所有东西都用塑料袋包着，屋顶也蒙上了大片的塑料，边边角角还包上了锡纸。大家都非常不理解，跟他来到卧室，大姐终于放松下来，摘掉了帽子，这才发现帽子是用区别针做成的，看起来足足有几万个，戴起来非常重。大姐就这样戴着帽子生活了10年，她到底在躲避着什么呢？大家建议她脱掉铠甲生活，大姐显得非常担心，犹豫再三，决定脱下来试试。没过1分钟，她突然把头埋在毯子里，显得非常焦虑，说自己疼得受不了了，接着快速穿上了铠甲，这才慢慢平静下来。大姐解释说自己能感受到电磁波，房子里充满了电磁波，微弱的电磁波就会对自己造成伤害。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屏蔽电磁波，可奇怪的是，大家并没有感受到什么电磁波。用专业仪器一测，辐射量远低于安全标准，也就是说，这微弱的电磁波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。大姐非常不解，因为自己确实能感受到电磁波的伤害，这其实就没啥好说的了，直接看心理医生吧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在她年轻的时候，被一个陌生男人跟踪长达半年，会在半夜敲她的门，还经常给她发骚扰信息，感觉自己时刻都在被监视。从那之后，她变得敏感多疑，以至于都能感受到手机发出的辐射。她以为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自己会慢慢好起来，没想到却变得越来越严重。医生建议大姐要直面内心的恐惧，即使暂时无法克服，也要学会和恐惧共存，学会接纳自己，慢慢就会好起来的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，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，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。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。采完一棵树，
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，要装满1桶棕榈汁。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1天就要采集2次，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，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来酸酸的，好处就是很利尿，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糖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采酒人的生活。大爷花50年收藏了4000多种可乐，现在手上的是世界上第1款可乐，已经超过了100年，瓶盖都是用的木头塞子。很多人想喝的82年可乐，它这多的是，这里简直就是肥宅天堂，什么造型的都有，全是脑洞大开的设计，各种限量版可乐，有的瓶身都镶了钻石，还有奥运纪念可乐、美国队长可乐、天使爱美丽联名款、阿凡达联名款，世界各地的可乐都能在这里找到。由于都是非常稀有的限量版，价格都比较贵，最贵的一瓶能卖200万韩元。大家仔细数了数，足足有4000多种。不仅如此，他还收藏了很多可乐周边产品。这个就是可口可乐公司推出的收音机，收集这些又花掉了好几百万。大叔表示会一直收藏下去，要打破世界纪录。然而下面这个大爷的收藏能点燃你的心。大爷在涂口红，但其实这是打火机。他转身又吃起了饼干，其实还是个打火机。他30年收藏了6000多支，家里墙纸都是用打火机做的，各种你意想不到的打火方式。看着是把锤子，其实是打火机。灯泡是打火机，牛奶盒也是，灭火器都能出火，包包能打火，高跟鞋也可以，最小的和硬币差不多，小是小了点，但照样能打火。最大的就要用手抱着。要说是燃气灶我都信，最独特的要数这个，火焰可以分叉。这些火机来自全世界各地，他每周都要挨个清了一次。虽然大爷不抽烟，打火机却已经成了他的精神寄托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大妈38年没摘下过口罩，20多年的邻居都没见过她的脸，都说口罩下面的脸非常恐怖，看到就会做噩梦。只有她洗脸的时候才会临时摘掉一回，但从不照镜子，洗完脸就要赶紧戴上。到底是有多恐怖呢？大家想让大妈摘掉口罩也被拒绝了，即使和家人一起吃饭也不会摘口罩，自己独自一人在卧室吃。家人都20年没见过她的脸了，就连女儿拍结婚照她都没有参加，因为拍照要求摘口罩。不仅如此，大妈走路还必须用手撑着眼皮，说这样才能看清东西。但大妈年轻时并不是这样的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？经过长时间的跟踪拍摄，大妈也慢慢打开了心扉。原来她18岁就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了4个孩子，但第5个孩子很不幸，出生就夭折了，这对她打击很大。慢慢的嘴巴变得不听使唤，舌头也变得僵硬起来，面部不受控制的扭曲，因为害怕吓到别人，从此就戴上了口罩。大妈鼓足勇气摘下口罩，可以看到她的牙齿都掉光了，牙龈都是外翻的。医生表示这情况就是心理原因导致的肌强直，失去孩子的痛苦让她悲伤过度，以至于严重影响到了身体健康。医生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规划，相信大妈的症状会慢慢得到改善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拿在手上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金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金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
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。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：“你才是我的臭宝呀！”家里没人留长发，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，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。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，拔一跟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，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摄像小哥才不信，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专家研究半天，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，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并不是头发，而是一种线头，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。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虚惊一场。大妈用胶带把天花板的灯都封了起来，又在客厅放了4台空气净化器，24小时开着，说是为了保密。因为他家天花板一直飘来一股恶臭，闻着像腐尸的味道，把天花板上的孔洞封死后，臭味反而越来越大，连厨房上面也传来了恶臭。不过最臭的还要数卧室，一开门恶臭扑鼻而来。丈夫对于这种气味表示还好，因为他有鼻炎闻不到，但这可苦了大妈了，经常被熏得睡不着，不得已装上了4台净化器，但并没什么效果。天一亮他就出门，家里一刻都待不下去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专家用设备分别检测了天花板和厨房，数值都很正常。随后来到卧室，瞬间数值爆表，越靠近化妆台数值越大。化妆台上的一个小盒子引起了专家的注意，大妈说这是保湿霜，已经很久没用过了。拧开盖子，一股恶臭袭来，差点把专家送走。用仪器测了一下，数值超过了34，要知道下水道的气味也才20左右。仔细一看，原来这保湿霜早就过期变质了，家里的恶臭就是从保湿霜里飘出来的。因为一直开着卧室的窗户，臭味就被吹得满屋都是，让他误以为是天花板上传来的。大妈只是在家种了一个盆栽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，只因这盆栽实在不一般，一夜就能长高20厘米，10多天就长到了3米。大家架起摄像机对着植物顶端，一夜过去了，植物肉眼可见的疯狂生长。据大妈介绍，这盆栽大有来头，前段时间她做了个手术，出院后就遇到了一个怪和尚，什么都没说，就把这植物送给了她。说来也是奇怪，自从这植物来到家里，大妈身体也在一天天好转。大妈觉得这一切都是盆栽带来的，认为她肯定是被高僧加持过。从那时起，大妈每天精心照料，浇水都用山泉水。刚开始她只是冒了一个小尖尖，没想到10多天竟然疯长到了3米。她现在就想知道这东西到底是啥。专家看到这景象也觉得不可思议，因为当地环境不利于它生长，长成这么高非常罕见。说这是一种墨西哥植物，名叫龙舌兰，这根长长的就是它的花茎，最终可能会在顶端开花，据说每30年才会开一次，而且环境要非常适合。但韩国的冬天太冷了，可能无法等到开花的那一刻。最后专家还说了一个残酷真相，龙舌兰一生只开一次，那就是一旦开花，也就意味着它的生命到头了。大妈显得很伤感，专家说可以采集到种子进行播种繁殖。大妈又恢复了笑容。1个月后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龙舌兰真就开花了，艳丽的黄色花朵看起来好像一把火炬，上面还泛着光，蜜蜂都被吸引来了，最终高度也达到了3.6米。全村男女老少齐聚一堂，都想来沾沾好运。据说龙舌兰开花就能实现愿望，众人纷纷点赞许愿。大白天，他用一整块黑布把灯遮了起来，接着在地上撒了一大把红豆，让它分散到每个角落。之所以这么做，只因这天花板有点怪，狗狗不分昼夜地盯着天花板狂叫，叫声充满了恐惧。就算拿它最爱的食物，也不能转移注意力，吃2口就要死死盯着天花板。这诡异现象是从1个月前开始的，当时爷爷去世了，他们参加完葬礼就搬到了这里。狗狗一到新家就表现得很反常，不分昼夜地对着天花板叫。有人说是爷爷跟到了家里，但主人根本不相信这些，他怀疑天花板上有什么小动物之类的，于是把热成像探头伸到天花板上一探究竟，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小动物，然后又怀疑是灯光导致的，接着用黑布把灯完全遮住。狗狗突然就不叫了，看来问题找到了。可还没过2分钟，狗狗再次叫了起来，实在没办法了，主人决定去楼上邻居家看看。敲了半天都没人开门，去物业一问，物业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，楼上根本就没有住人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而且监控显示，狗狗晚上叫得更厉害，身体还不停颤抖，连主人都开始怀疑是不是真的有什么脏东西，他们是真的害怕了，于是找来了动物专家。专家观察片刻却笑了起来。专家说狗的听觉十分灵敏，可以听到人类听不到的声音，说天花板上一定有细微的噪音。接着拿仪器一测，果然有声音，31分贝相当于轻声说话的音量，这种声音人类是听不到的，但狗就可以听得很清楚。把声音放大后才听清，原来是公寓管道流水的声音。之所以狗狗反应这么激烈，
是因为刚搬家，再加上狗狗对环境变化很敏感，才导致它不停地叫，并没有什么鬼魂。主人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解决方法也很简单，录下这个声音，然后调高音量，反复放给狗狗听，期间再给它一些奖励，慢慢矫正认知，让它爱上这个声音。果然经过多次脱敏训练，狗狗不再乱叫，很快就睡着了。它是真的累了。这对情侣为了减肥，每天吃过期发霉的食物，对他们吃的泡面和马桶分别采样检测，结果泡面比马桶还脏，细菌含量是马桶的几十倍，他们却毫不在意。放了半个月的米饭已经发霉变质成了一坨，这个时候吃味道刚刚好，加点发酸的灵魂配菜，那小味一下就上来了。再来上几勺发霉的番茄酱增加口感，臭豆腐汁也得来点，最后加上过期的酸奶，使劲搅拌均匀，一份元素周期拌饭就做好了。那味道简直比下水道还夸张，两人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，说味道还差点。这还没完，饭后水果更夸张，外皮发黑腐烂的香蕉成了首选，表皮已经渗出了粘稠汁液，对他们来说这种成熟度刚刚好，说吃起来像巧克力。吃完香蕉还不过瘾，接着拿出了发霉的橘子，说女朋友最爱吃发霉的部分，说着就开始撒狗粮。节目组看不下去了，给他们准备了一桌正常人吃的饭菜，他们只是闻了一下就连连摇头。他们说吃变质的食物主要是为了减肥，因为这样更容易催吐。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从200斤减到现在的128斤，女朋友也是从140斤减到了90斤，听起来简直匪夷所思。大家带他们来医院，通过内窥镜检查后发现，他们都患有严重的胃溃疡，如果继续吃的话，很可能会发生癌变，所以用这种方式减肥是不可取的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深夜全村人都不睡觉，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，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山坡，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面孔。村里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精神崩溃，每到夜幕降临，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，脸部轮廓非常清晰，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。很多人自从见过这鬼脸后，每天都做噩梦。村长说山坡之前就是墓地，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，已经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了。大妈还说在她小时候，山坡上就发生过一起惨案，一家3口惨遭灭门，村民都觉得肯定是那个心怀怨恨的人来索命了。来到傍晚，节目组对着山坡架起了摄像机，准备全程记录。村民都聚集在摄像机前面，都在等那张脸出现。天渐渐黑了下来，那张脸也准时浮现，有鼻子有眼的，像是一个男人的脸。村民议论纷纷，越说越离谱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，决定近距离多角度观察。走到鬼脸的位置，却只有一棵大树而已，稍微拨动下藤蔓，这鬼脸的形状一下子就变了。换了几个角度再看，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原来这鬼脸是路灯照在大树上形成的阴影，对称的阴影就成了眼睛，树干成了鼻子，藤蔓就成了脸的轮廓，一切都是错觉而已。知道真相的村民终于松了一口气，说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张笑脸，感觉可爱多了。他在厕所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马桶和面盆，看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一幕。晚上等一家人睡着后，厕所就会传来咕呱咕呱的怪声，打开灯却什么都没有，窗户都安装了防盗窗，根本不可能有东西能进来。这怪异现象搞得一家人精神崩溃，半夜都不敢上厕所。有次主人半夜实在尿急，蹑手蹑脚的来到厕所门口，就看到一个小黑点闪过，从面盆一水孔钻了进去。这下主人更怕了，拿着录到的声音求助专家。专家一听却笑了，给他出了一招，在水龙头上绑一条面包虫，把这东西调出来。主人壮着胆子乖乖照做，完事只需要守着监控静静等待。没一会，厕所就传来了一声咕呱的叫声，只见有个黑黑的东西在众目睽睽之下从面盆里钻了上来，仔细一看竟然是只树蛙。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树蛙对着面包虫若有所思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接着一口吞了。没成想虫子绑得太紧，尝试了几次都没吃到，又灰溜溜地钻进了面盆。关键它家在9楼，这树蛙是怎么爬上来的呢？虽然树蛙会爬墙，但靠它自己是不可能爬到9楼的。楼上楼下的邻居都问过了，也没人养树蛙。专家研究半天，说树蛙只可能是从外面人为带回来的。问了一圈，主人说前段时间从乡下拿回来很多白菜，准备做泡菜。专家一拍脑袋，说树蛙很可能就藏在了白菜里，阴差阳错就蹦到了面盆里。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把它解救出来。把面盆拆下来，刚切开一个洞，树蛙就跳了出来，小小的一只，非常可爱。大家决定先暂时把它养在家里，等春暖花开时再让它回归自然。这个公寓的住户凌晨4点必须起床，然后捂着耳朵站在墙角，也并不是他们想起床，而是被一个怪声吵醒的。每到凌晨4点，整个公寓就会传来敲门声，有时声音又像小孩在楼顶玩玻璃球的声音。物业也试图找到声音来源，关闭了所有能产生噪音的设备，但声音仍然存在。现在反而变本加厉，什么奇怪的声音都会出现，公寓住户都被搞得精神崩溃。这个大妈就受不了了，长期折磨让她患上了神经衰弱，现在只能在外面租房住。大家偷偷安装了监控，想看看到底有多夸张。一到凌晨4点，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摄像小哥都吓一跳，噪音高达90分贝。要知道地铁站的噪音才81分贝而已。大家发现用铁锤敲打瓷砖的声音和这怪声很像，怀疑是有人故意这样做的。
到底是什么人会一直制造这种声音呢？犯罪心理学家表示，半夜发出这种声音能影响人们的生活，这可以让他内心得到莫大的满足。这种人就是心理变态。大家决定找到这个罪魁祸首，准备了10多台监控，蹲守在大楼各个角落。结果几天下来，这怪声突然神秘消失了。大家猜测，这个制造噪音的人已经害怕了。其实没必要再调查了。1个月后，节目组回访，物业表示，自从节目组开始调查后，声音就没再出现过。这下大家都能安心睡觉了。一群男人在尼姑庵偷偷安了监控，正对着寺院里的一座荒废电梯。男人还趴在电梯口左看右看。这群人并不是变态，只是这电梯有点怪。晚上等师太们睡着后，寺院里的电梯就会传来怪声。师太说这怪声是1个月前开始的，接着拿出了自己录到的声音。这声音像是有什么活物在叫，但他又不敢肯定是什么。说来也是奇怪，师太每次打坐念经的时候，声音就会立马停止。这东西好像很害怕念经，关键这是佛门禁地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师太心里还是有点怕呀。每晚都会安排人念经到天亮，这东西胆子也是越来越大。有次师太吹口哨，他竟然还回应了起来。关键这电梯已经荒废7年了，内部都是积水，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在这种环境下存活1个月呢？大家决定把相机伸到下面一探究竟，结果左看右看，除了一潭死水和一些电器设备外，里面啥都没有。接着又把相机伸到水下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师太想用吹口哨的方式来召唤他，这次未能如愿，下面没有任何回应，还是静悄悄的。那现在咋办呢？大家决定拆电梯，接着又把水抽干了。摄像小哥壮着胆子爬了下去，环顾四周没发现任何活物，真是见了鬼了。就在大家快要放弃的时候，一只树蛙跳了出来，难道一直发出怪声的就是它？专家把录到的声音和树蛙的声音做了对比，确认这怪声就是树蛙发出来的。之所以叫声和平时有区别，是因为电梯里的这只正处发情期，所以刚开始才没听出来。师太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你别说，现在看起来这小东西还蛮可爱的，那就留在寺院念经吧。大妈有床不睡，偏偏在卧室搭了个帐篷，睡觉前还要用拖把敲几下天花板，因为家里每天都会发生毛骨悚然的事，早上就会出现上万只死蜜蜂，足足能装满一个垃圾桶。然而更多的蜜蜂像疯了一样往屋里钻，就好像屋内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一样。一到晚上更夸张，整个天花板都会传来嗡嗡嗡的声音，用拖把敲几下才会消停一会。这可苦了大妈了，每天都会被蛰伤，实在没办法，她直接在卧室搭了个帐篷睡。可奇怪的是，邻居家却从没出现过蜜蜂，这么多蜜蜂到底是哪里来的呢？大家了解一番，怀疑蜜蜂是从附近山上来的，但蜜蜂为啥偏偏选择来他家呢？到底是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它们呢？大妈说之前在外墙孔洞处发现过蜜蜂进出，赶紧找人把洞堵上了。从那以后，每到晚上天花板就会传来嗡嗡的声音，大妈怀疑上面有个蜂窝，堵住的那个洞口应该就是蜜蜂的出入口。现在它们都被困在了天花板里。天色已晚，大家决定明天再来研究。可第二天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，死掉的蜜蜂突然就变少了，而且天花板也静悄悄的。这一夜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大家决定打开天花板一看究竟，瞬间一个硕大的蜂巢映入眼帘，而且蜜蜂也都还活着。为啥今天它们变得这么安静呢？专家解释说，当蜂巢内部温度过高时，它们会通过扇动翅膀来通风降温，就会出现嗡嗡的声音。恰好昨天夜里降温，它们也就安静了下来。过程中还发现客厅出现的蜜蜂都是通过电线孔钻出来的。通过蜂巢的大小判断，蜜蜂已经在天花板生活6年了。安全起见，大家决定给蜜蜂搬家。最后收获了17公斤的蜂蜜。大妈捂着被折伤的额头说，蜂蜜就当做6年的房租费了。哎呀，真甜呀！大姐只是吃了块生鱼片，朋友都觉得她有病，因为这不是普通的生鱼片，而是比鲱鱼罐头还要臭的鳐鱼。发酵的鳐鱼更是世界上最臭的食物之一，但对她来说只是小菜一碟，很快就干完了一盘，还说根本没感觉。这话彻底激起了节目组的好奇心，给她安排了一个残酷的挑战，带她来到了鳐鱼发酵储藏室。门一打开，一股比下水道还要臭100倍的味道袭来，怎么跟你形容呢？狗闻了都嫌臭，熏得眼睛都睁不开。其他人纷纷败下阵来，然而大姐没有任何感觉，主动贴着鳐鱼闻了又闻，甚至情不自禁舔了几口，说一点都不臭。那么好，挑战继续升级，大家又给她准备了冰醋酸，浓度是普通醋酸的45倍，然而大姐还是没有任何感觉。节目组算是彻底服了，一问才知道这并不是什么超能力。大姐说自己嗅觉异常，根本就闻不到任何味道，所以才不会觉得臭。说起来还是挺心酸的，这给她的生活也带来了很多障碍。做饭常常会放入过量的盐和辣椒，冰箱里的食物坏没坏，自己也无法从气味中分辨，只能尝了才能确定是否过期。但最严重的是，她经常会忘记关燃气，天然气泄漏自己也毫无察觉。大姐说自己如果恢复了嗅觉，最想闻的就是鳐鱼的味道。想知道什么叫做臭，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
大家带她来到大医院，医生说大姐的嗅觉功能已经完全丧失，属于先天性缺陷，是无法恢复的。听到这些，大姐却并没有很伤心，说自己已经习惯了，闻不到气味并不完全是坏事。她现在是养老院护工，平时工作就是帮老人换尿布之类的，因为闻不到气味，所以工作起来很轻松，自己也很喜欢这份工作，把缺陷变成优势，大姐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，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，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，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，采完一棵树，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。要装满1桶棕榈汁，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一天就要采集2次，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。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来酸酸的，好处就是很利尿，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汤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菜酒人的生活。